愣着干嘛呢？倒酒啊！快吃。哎，老二老三，等过了今晚，咱们明天也去他家那春云阁，咱消遣去啊！好，金大哥，来，好，喝吧，你们好找啊。福医师郡主怎么来了呀？还不是怕你们出事啊！今晚最好别喝酒，小心提防。哎呀，这福医师真的不会以为那个说书老头半夜3更摸过来把我们哥仨都杀了吧？啊！行，那既然这样，咱们今天晚上也不走了，就盯着你们。用不着福医师。我们哥仨打算今晚是一夜无眠，欢唱到天亮，是不是？没错。福医师，你看看我选这个地方宽敞不宽敞，都没地儿埋伏。老二，这酒是哪来的？自己酿的酒，姑娘喝的第一口。哦，老三，这肉哪来的？跟你说啊，鱼是河里面捞的，肉是山上打的，调料咱都没放是吧？为了以防万一，我们哥仨今天晚上都不上茅坑了。就用这个解决了啊！哎呀，福医师啊，你的好意呢，我们是心领了，但是你看这个场合，这也不合适吧？啊！福生，我们走。一个个死到临头了，还花天酒地。我意气用事啊！人家快活着呢。大哥，你故意的吧？都知道咱们和医馆的关系好，万一咱哥仨有个3长2短，咱也不要牵连人家呀。来，喝酒，来，来，晚上。阿紫，起来了，阿紫。喂，你们去哪儿了？喂！听说没啊？
又死人了。可不是嘛！哎，你说这死一个还说得过去，是凑巧，这死3个人，你说这说书的也真够邪的，他们不会真养小鬼吧？可我不太懂，这民谣里说的3尸是什么？哎，这我知道，我娘姓当，跟我说过。哎，来，兄弟，坐下过来讲讲。来，哎，坐。来。哎呀，这3尸啊，又叫3毒，上尸号华氏，中尸号滋味，下尸号淫欲，也就是咱们常人说的贪财、贪吃和贪色。要想成仙，就要先斩这3毒。哦，这就对上了。什么对了？啊，对上号了。你们想想啊，这之前死的正是那商会侍卫华磊，而他就是因为贪财而死的。这刚死的雷老爷，听说是肠胃炸裂而死啊，这正是贪吃啊。哎，可那马帮虚捕怀，哎，我可听说他有点肾虚啊，怎么着也算不上贪色。哎，那正是以前胡天胡地的多了，这才虚的。说的也是。哎，那照你们这么说，还真的都对上了。哎，一准没错。那民谣里的5毒，就是平日里常说的贪、怒、痴、慢、疑。哦，要我说啊，最近呐，还是少去那邀月楼为妙。哎呦，免得被那老方头盯上啊。我家还有80岁老娘呢，我可不敢去了。这走，哎，那我也不去了。这个时辰，按道理说，早就该上课了呀。做生意就是这样，刮风减半，下雨全无，也不可能天天爆发，不是？嗯，说的也有道理。哎，谁是方志远？哦，大人，小老儿便是方志远。跟我们走一趟。为何？为什么呀？这是怎么了，大人？3劫尽数身亡。什么？什么？西转3劫？带走！天哪！这是谁在害我呀3劫死了，方志远被抓了。你们2个不用重复我说的话，先想想办法吧。去看看3姐，你们几个先去，我去找我爹，让他把方志远给放。我去备马。这文杰最近对这事儿倒是挺上心的。你先别管这些了，抓紧时间。哎，怎么你也突然对案子上起心来了？这说书的老头可真多。你猜，他下回要说哪2位？总不能是……对，就是咱俩。爹，爹，爹！呀，又怎么了？你整日风风火火的，哎，看看把我的鱼全吓跑。你怎么让9哥把方志远给抓了？你是不是老糊涂了？那方志远一看就手无缚鸡之力，肯定不是真凶啊！娟儿，来，看看这池中之鱼。嗯，大鱼吃小鱼，小鱼啃稀泥，每日厮杀不断。你知道如何才能平息这场争斗啊？把大鱼吃了不就完了？说得对，但也不对。要想平息这场争斗，只有让这池中鱼的大小保持一致，才能平安无事，一片祥和。那不跟我说的一样，哪不对啊？关键不在于留下大鱼还是小鱼，而是平衡。只要能够达到平衡，就算吃了小鱼，留下大鱼，其效果也是一样的。可是这跟方志远有什么关系啊？平衡只是第一步，
即便是池鱼的大小一致了，你会发现用不了多久，他们照样会厮杀争斗。你知道，这又是为何？虽然他们的实力相当，可每天投喂的鱼食就这么多，他多吃一口，我便少吃一口，那这平衡不自然就打破了？菊儿还是很聪明的，你说的没错。来，如今西川三杰诡异身死，至此，西川已经发生4起女案，死了6人，分别涉及马帮、商会、复古和混混。原本平衡的几股势力，皆因了一个说书人制造的混乱而纷纷下场参战。若我们不能及时找到真相，那如何才能平息民间的混乱？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打得头破血流，殃及那些无辜的百姓吧。这鱼食啊，只不过是争斗的理由罢了。所以爹，你知道真凶不是他，你只是想收了鱼食，让这混乱的源头消失。这便是平衡之道，也是我们城主府在多股势力中保护百姓的唯一方法。爹，你说的不对，就算方志远没了，那只要他们想，就能创造出什么李志远、王志远，斗争的理由完全由他们自己制造。可方志远作为西川子民，理应由城主府庇护。我作为下一任城主，无法做事，这方志远就这样毫无价值的死了。菊儿，为父亲日，当对你刮目相看。来，你说说，你想怎么做？2个要求。1，把方志远给放了；2，给我10天时间，我把这件事情搞定。明日我会找个理由放了方志远，但我只给你7日。给你7日是因为你是我的女儿。7日之后若是不成，我会下令杀了方志远。只要用雷霆手段，快刀斩乱麻，才能杀一儆百。早跟你们说过别太张扬，结果还是惹了杀身之祸。你们跟了我这么久，怎么连一点我的聪明才智都没学到？我这个人重感情，既然你们跟了我，过年过节的就不用担心没酒喝。福生，你看这个。喂，你不会又要往嘴里塞吧？雪迷啊，什么人倒的酒？一个丫鬟，叫小翠。人呢？哎，刚才还在这儿呢。小翠，小翠，你跑什么？追！文娟，我才带人赶过来，怎么又跑了？有叫小翠的姑娘，穿粉色衣服，一定要找到她。好。哎呀，这样追不行啊！咱分开追吧。你们这些人去那边，你们俩去那边。部长，跟我走。咋回事？怎么突然这么多小翠？他这使了分身法，找了几个人冒充他。现在怎么办？宁抓错不放过，分头追。
你滥杀无辜，已然犯了死罪，还不束手就擒？你受伤了，我带你去医馆。走。我要取剑了，要忍着点儿。忍住啊！别乱动啊！他怎么样啊？没什么大事，就是近几日不能动刀枪，负责去面歇着吧。来，慢点啊。逃走的小翠你怎么看？虽然今天我们是分头追击，但是路上呢碰到了不同的麻烦，这中间一定是漏了什么。比如，你觉得什么样的人才会杀人？只要是人，就都有可能会杀人吧？这就是问题所在。我们之前都觉得，能犯下如此大案的一定不是泛泛之辈，但其实咱们都错了。只要是人，都有可能作案。这样下去不是办法，咱们不能一直被人家牵着鼻子走。我有一个思路。我一直特别讨厌你们这些开智库，别人开店讲究童叟无欺，你们开店讲究恃强凌弱。他有话说。这些开智库的嘴里没一个实话，我得让他想清楚了。再来一个。没什么难度。这样有意思多了。没意思。掌柜的，我查了你的账本了。那个金圈嵌水晶的镜子，居然才花了800钱，连头羊都买不起。那胡商再怎么着急用钱做盘缠，也不可能这么傻。我全说，那些东西是贼赃。西川城里各凭本事，收了件贼赃，值得你这么隐瞒？能让叶萧提出手的人家，这怎么可能是普通人家呀？我这是我怕惹祸上身吗？这不，还他妈编！没编。叶萧提800钱就把那东西卖了，他脑子进水了，还是我脑子进水了？不是他卖，是他徒弟来卖的。他徒弟，你确定？确定。他徒弟跟我柜上的一个小伙计相熟，帮叶萧提在我这出了好多件东西了，就是他呀。他那次把那件东西拿来之后，我一看我就知道是他私自藏下的，所以我才黑着心给了个低价。喂，站住！你那个伙计呢？仓库烧了，我就把他撵走了呀。怎么了？怪不得那个琉璃镜正巧放在了阳光可以直射的位置，又这么巧点燃了绢布。我去通知傅超，
你去找文言，浮生怀疑的方向是对的。行，走。哎呦我的妈呀！哎呀！郡主，郡主，夫人今日无心见客，还望您多担待。这就是您要找的厨子。还活着，太好了！我还以为你已经被雷家杀了泄愤呢。郡主，小人有罪，幸得夫人大人大量，这才饶了小人一命。我们雷家并非嗜杀之人，而且老爷的死，只能说是天意使然，他也是无心为之。这件事儿，不怪他。天意，恐怕现在不是了。郡主，此言何意？雷老爷的死的确是巧合，可现在我们怀疑这些巧合都是人为的，我们正在一一查证。就比如说，那天车队回府，为什么你就刚好准备了那么多的绿豆汤？据我所知，这绿豆需要提前浸泡半个时辰，然后熬汤2颗，再加上放凉备用的时间，前后至少需要提前1个时辰准备吧。我说，郡主，此事真的与小人无关啊！小人只是那天见到了帮厨的小豆子，他熬了1大锅绿豆汤。我问他这是为何，他说他听说老爷他们被困在了火场附近，这要为老爷熬汤解暑。小的只是，于是就抢了他的功劳，却没想到这抢到手的，便是杀人的毒药。可是，小豆子是怎么知道我们被困在火场的？老爷怕夫人担心，并未派人提前禀报啊。问问他不就知道了？小豆子人呢？说。老爷出事之后，他就消失不见。如果浮生猜的没错，你们街上遇到那个卖狗肉的小贩，应该也是个不起眼的人吧？啊！醒醒，醒醒，醒醒！叶16呢？小人该死，晚上送来的饭菜里被人动了手脚，兄弟们不小心都着了道。叶16恐怕也被人给救走了。这是有人故意切断线索，不想让我继续查了。线索全断了，现在怎么办？我想去华磊死的地方再看看。天色不早了，明儿再说吧。嗯。嘿，天色都这么晚了，也不知道送人家呀，真是个木头。娇气。还说谁呢？这姑娘带劲儿。行，明儿我就告诉莹莹。雨，不就找人送你回家吗？走着。哎，谁让你送我？嗯。换着手。给你开个方子。这好端端的药材就被你这么浪费了是吗？只是些不值钱的陈皮。什么叫不值钱的陈皮？你知不知道这些药关键时刻能救人一命，比你命还值钱？捡起来。怎么了这是？你自己看看，
这一天天的白饭不少吃，干点活就出差错。我告诉你啊，葫芦，以后你要是再这样，立刻滚出文福堂，听见没有？我来你这里这么久了，你教过我一点医术没有？有什么？再说一次。我就是不服气，平时挨打挨骂没饭吃，这些我都认了。可是你连个学习的机会都不给我，只让我对你杂事，你凭什么这么对我？行啊，这几天不知道在哪儿长本事了，翅膀硬了是吧？看来我这地儿是容不下你了。这样吧，自己去后院，把行李什么的收拾一下，滚吧。滚蛋！哎，小可爱。没想到你脾气这么大。来，药方拿好。哎，3碗水煎成1碗，早晚各一副，7日之后再过来复诊。多谢傅医师。那个，我叫陆月，这一路过来有些内急，能不能进门茅房用一下？当然可以，就在后院，用不用带你过去？不必劳烦，我自己去就可以。那请自便吧。你在耍什么花样？葫芦兄弟，还没去收拾行李啊？其实也没什么收拾的，我就放不下这锅鸡，想着走手给他们修下鸡窝。对了，大哥，你找我啥事啊？那些人啊，满口冠冕堂皇，只会把我们当畜生一般利用，以教授本市之名行剥削之实。葫芦，你是天资聪颖的人，你甘心一辈子在这为奴为婢吗？你，葫芦，加入我们吧，我们可以给你想要的东西。你能给我什么？理解和尊严。不是，你说要带给我理解和尊严，可你们呢，都藏头露尾，都隐瞒自己的身份。不是你这让我怎么放心加入你们？我们想让你加入我们，是因为你和我们是一样的人，被忽略、被歧视、被凌虐、被人踩在脚下，就像路上最不起眼也是最没用的石子。一堆石子能干什么？石子可做基石，成就一座城，或者颠覆一座城。你们要做什么？西川本应该是老百姓的西川，可这些豪强富商却把西川霸占，让我们这些付出最多努力的老百姓沦为奴仆。你甘心吗？你们甘心吗？不甘心。所以，我们要向他们复仇，赶走他们。这样我们才能有尊严的在这里活下去。葫芦，当你完成考验，正式成为基石的一员，自然就会知道我们的身份。到时候，你也可以做一切你想要做的。你想让我做什么？葫芦，如果查案的捕快变成杀人者，你觉得有趣吗？你想怎么做？我要是凶手，你已经死了。明知道有问题，怎么还会摔下来啊？我有所防备，才能及时卸力。仓促之下，一定会摔伤的。哎，怎么样啊？你们看看这个，就是因为这束光，马匹才受了惊。
几位，就这儿了。为何会有一剑阵？前些日子，钟楼无故发出钟鸣，查了半天也没查出个原因。后来就请了个老神仙，给布下这个剑阵，驱邪避凶，然后就再也没乱想过了。老神仙，我看你是没说实话吧？这剑阵既非八卦，又非九宫，就算是个不伦不类的七样，这数目也对不上。唯一的作用就是能将这阳光透过这个镜子，完整的反射在华磊死的那条巷子。老神仙，不会说的是你自己吧？哎呀，这，小人所说句句属实啊！而且，请那老神仙所用的花费，小人全都已经上报给城主府了，由城主府直接付给那老神仙。这事儿，哎，郡主你可以去问啊。那老神仙现在身在何处啊？哦，郡主，可以把老神棍住进来。哦，有，您说的是那位老神仙吧？什么老神仙？给我把他叫出来。好，免了。今日心血来潮，着规取诏，料到定有贵人造访，没想到西川郡主竟亲自屈尊前来，这煞老佛爷。那你可知我来找你是何事啊？啊，钟楼之事，此乃小事，也是我为城中百姓聊表绵薄之意。虽然驱除了邪物，损了我10年阳寿，但保了一方平安，也是吾辈所愿呐。的确是个神棍，动手。啊，哎，这么多话呢？啊，你们这是为何？这个你没想到吧，小老头？说吧，是谁指使你杀华磊的？这话从何说起？你们一定弄错了。放开吧。怎么了？这个竹简上确实详细的记录了驱邪的剑阵，和钟楼上那个一模一样。你懂个屁呀！哎呀，这是我们祖传的宝贝，你们这些凡夫俗子，怎能读得懂啊？这虽是个古物，但记录破煞那一章的木牍被调换过，与其他章节所用的木牍年代上差了很多。这绳子的确像是被换过的，新的。拿来吧你！啊，这孽徒！啊，什么意思啊？前些日子，我这宝书绳子突然断裂，我那徒儿突然勤快起来，他说要帮我换绳子，没想到他胆大包天，竟敢篡改宝书啊！哎呀，这真是！你这徒弟现在在何处啊？昨天午时出去，到现在还没回来。回来我一定扒了他的皮。那不就是我们抓那个小翠的时间吗？哎呀，真是！老先生，钟楼闹鬼之事，您是怎么知道的？我是听我那徒儿所说。又是一个受欺负的底层人，那就不是巧合。小姐，出事了！莫非是那冀北商会又来宣行？不是咱们出事了，是医馆出事了。你先忍忍啊。舌头伸出来看看。舌苔黄褐，这是有人在我的药方上动了手脚，换成了泻药。到底是谁干的呀？是小药师，我们吃的药都是那小药师给抓的。哎呀，是葫芦。葫芦走了。啊？外面围满了百姓的家属，都在蚂蚁馆草菅人命。出去看看。交出来！就是他们不交人。对。大家先冷静一下。出来！出来！站出来！冷静！
这件事情，我相信符医师会给大家一个交代。交代？你们能有什么交代？他们呀就是在害人。我之前就听说你们医馆的坐堂大夫是个杀人犯，现在他们果然开始害人了。无稽之谈！我们马帮的爷们受了伤，都是来这医馆救治。若符医师真是庸医，我们马帮早就掀了这医馆了。那他就是心怀不轨。对，这2日啊，那符医师一直跟方志远在一起，那谁知道他们是不是一伙的？对呀，你们是不是一伙的？杀了这次那件事，谁喊的？就他们，有本事站出来！哎，你们看啊，陈祝福跟他们是一伙的，不给咱们留活路啊！进，进去，好了。怎么搞错呀？局长，你得罪谁了？这是有预谋的，要谋害咱们医馆。肯定是幕后那些人组织的。他们这样，说明他们急了。发学长，加大力度，把背后的人给抓出来。学长谁啊？外面到处都在骂哎。你知道幕后黑手是谁？学长葫芦。啊？慢点。孙管事，有人找您。哟，符医师，快请坐。我听说，你一个医师把药箱丢了，要不要我帮你把这吃饭的家伙找回来呀？程主府已发了悬赏，封闭了西川，我料那小贼也无处可逃。那今天来此所谓何事啊？我来是为了华磊之死，他的死因我也有些眉目。据我所知，华磊这个倒霉蛋不是被一个叫叶萧提的人杀了吗？这还有什么眉目可查？这叶萧提也只不过是被人利用，是有人对那小象做了手脚，导致华磊摔马，从而被叶萧提所杀。这人是谁？现在还无法确定。这不能确定的消息，以后就不要同我讲了吧。不过我还有另外一件事，请讲。是雷觉坤死的那天，你们会长带人袭击了马帮的城西分部。确有此事。为什么？那天会长接到消息，说车忽厥弄了一批武器，藏到了离商会最近的城西分舵，准备找时机偷袭商会。于是会长决定先下手为强，就带了一批人杀了过去，结果扑了个空，白跟那帮莽夫打了一架。哪儿来的消息？在马帮周围自然有我们的人，是那帮底层的百姓。你怎么知道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现在已经找不到他们了。你还知道什么？别的我就不清楚了。不过我希望下次找到他们的时候，务必要告诉我。恶恶扬善，顺天修命；恶恶扬善，顺天修命；恶恶扬善，顺天修命；恶恶扬善，顺天修命。今日之后，西川将再也没有人可以小看我们，没有人可以欺辱我们，没有人可以虐待我们，更没有人可以把我们踩在脚下。我们要清理掉西川所有的恶人，让所有人都看到石子的力量。葫芦，在。我让你给病人的药中下毒，你为何只下了泻药，还故意暴露了自己？我下不去手，他们都是我的街坊邻居，从小看着我长大，我不能害了他们。妇人之仁。为了更伟大的利益，我们有的时候就是要脏了自己的手，
因为我们很弱小，所以我们必须抓住每一次机会，否则我们就要被人骑在头上肆意辱骂。你忘了当初浮生是如何不在乎你的了吗？你愿意一辈子如此吗？我不愿意。那好，我会再给你一次机会。你去把浮生引过来，亲自除掉他。啊，首领，我们真的要这么做吗？怎么你也心软了？那些大人物欺辱你的时候是怎么做的？你忘了？他们可不曾心软。可是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，不就和那些坏人的做法一样了吗？想让这座城变得美好，自然要有阵痛，要有牺牲。可是如果我们……你想背叛即使吗？变革开始了。